过年到了，餐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佳肴，香味四溢。你正准备夹起一块炖得恰到好处的牛肉，突然一句话打破了所有的美好。结婚了吗？那一刻，筷子像被钉住了，空气仿佛瞬间冷却，你心里翻滚着千百个回忆，但嘴里只能挤出一句还没。是不是瞬间觉得筷子变重，连饭都吃不下了？你心里一阵刺痛，默默告诉自己冷静冷静，但耳边接着又响起年终奖金领多少啊？什么时候买房子啊？要换什么车子啊？哇，一连串的灵魂拷问，整个空间瞬间空气都凝固了，呼吸都觉得有困难，让你内心崩溃大喊拜托别再问了。每次听到这些问题，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样，胸口发闷，恨不得找个借口赶快逃走。为什么过年聚会总是让我们感到这么大的压力？今天呢，我要和你分享内在小孩的3个秘密，让你明白为什么这些问题总是让你不舒服，又该如何化解它们，让你从容应对，帮助你轻松化解这些压力山大，过一个真正自在的年。最后一个秘密是关键，记得要看到最后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丽娜，专注灵性学习已经超过4年多的时间，帮助超过500位同修疗愈内在小孩，找回内在力量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吃年夜饭，夹起一块红烧肉，瞬间亲戚一句话让你喉咙卡住，饭都吃不下了。哇，这些问题听起来像是关心，但实际上却让你感觉自己不够好。今天呢，我想带领你揭开这些压力背后的秘密，内在小孩的3个关键点，让你明白为什么这些问题总是让你不舒服，又该如何化解它，让你从容应对，轻松过好年。第一个秘密是，过去的批评累积成了现在的自我怀疑。还记得小的时候，你拿着考试成绩单，小心翼翼的递给父母，期待他们说不错哦，结果他们皱着眉头冷冷地说怎么这么粗心，扣了15分。哇，那一刻你感觉心里的火焰被浇熄，委屈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你明明想解释，但只是低下头，心里默默想我是不是不够好，低着头，心里却不断地回想着我真的这么差劲吗？那个时候你可能想说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但这句话你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，卡在了喉咙，因为你怕被嫌弃，怕不被爱。从那之后，每次有人提起，你就感觉被针扎一样，无论如何努力，你都没有办法达到标准。那一瞬间，你感觉自己的努力像被扔进了井里，无声无息。多年后，这个声音依然在耳边回响。当亲戚问工作稳定吗？收入高吗？你心里又跳出那个声音，我是不是不够努力？我是不是还不够好？这些问题看似普通，但对我们来说就像在伤口上撒盐。经过了多年，这些批评成了内在的声音。每当有人问起你生活工作如何，心里那个内在小孩又跳出来说我是不是还不够好？你的内心就像瞬间被拉回了童年，脑海中那句话又再次的浮现，我是不是不够好？这时候你的内在小孩在哭泣，因为他需要被理解还有接纳。亲爱的，你试试这样做，找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，轻轻地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感受空气慢慢进入你的胸口，想象你回到了童年的房间，房间里摆着小小的书桌和玩具，你看到那个低着头的自己坐在书桌前，手里拿着铅笔，眼眶泛泪。你轻轻地走过去，蹲下来，温柔对他说，我看到你的努力，你真的很棒。你看着他，从惊讶到放松，眼里闪过一丝希望。你伸手轻轻地抱住他，感觉那股暖流从胸口涌出，把胸口的冰冷都融化了。
第二个秘密是我们太在意他人的认同，却忽略了自我认同。晚上回到家，刷着社交媒体 Facebook、IG， 看到同学们跳出升职的讯息，配上一行努力终于有了回报，你的心一下沉了下去。为什么我还在原地踏步？又看到另外朋友晒出婚礼照片，豪华婚礼，笑容灿烂，你忍不住合上手机，心里叹气：我是不是哪里有问题？为什么我还没有遇到对的人？这些画面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到焦虑，好像永远在追赶别人的脚步。但你有问过自己吗？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拿到第1名，心跳加速的把成绩单递给父母，希望他们骄傲的拍拍你的头，结果他们却只是淡淡的说：这是应该的，下次继续保持啊。你当时笑着点头，但转身的瞬间，眼眶却湿了，心里默默想着，我必须更努力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同。你是否曾经拼命努力工作，熬夜加班，只为了听到一句主管的夸奖，你真不错，或者爸妈告诉你我们引以为荣？可是每次听到亲戚说某某的孩子最近又升迁了，又加薪了，买房子了，换车了，或者结婚了，你是不是瞬间一下沉到了海底？你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够，因为你习惯了把自己的自我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。当亲戚问你的职业，问你的收入，你的心里会不由自主的担心：我这样够好吗？亲爱的，其实真正重点不是他人的认同，而是你能够对自己说已经够好了。现在开始，每天早上试着对镜子的自己说，我是值得的，我已经够好了。透过每天的练习，你会慢慢发现，自信来自于内心的自我肯定，而不是他人的眼光。面对镜子，练习这句话，给自己一个微笑，你的内在小孩会受到支持，充满力量。第3个秘密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秘密，内在小孩的需求未被满足。在那个夜晚，你捧着自己画好的作品，小跑步去到父母身边，希望能听到父母说一句画得真棒。结果他们连头也没抬，低头做着自己的事，淡淡的说等一下在忙。你愣在原地，神情黯淡，心里默默的想着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？你悄悄的回到了房间，把画塞进了抽屉，独自坐在床边，心里的失落像潮水般涌来，包围着你。你心里不断想着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，所以他们没有空理我？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房间里想着，是不是我不值得他们花时间在我身上？这样孤独的感觉随着岁月堆积成了一座冰山。当每次被人问到敏感问题时，这座冰山就会让你隐隐作痛。你感觉自己的声音从来没有被听见，这些不被满足的需求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变成了我们内心的空洞。这种渴望陪伴的感觉，随着你长大，从未消失。当过年时，亲戚的问题一次次的涌来，其实触动了你内在小孩那个渴望被关爱的伤口。这些问题刺痛你时，其实是唤醒那个渴望被关爱的内在小孩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疗愈它，找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，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想象自己站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。这个房间里有你最喜欢的玩具，还有书。你看到小时候的自己，他低着头，看起来很孤单。你慢慢的走过去，蹲下身，轻声的对他说，对不起，我让你等了这么久，我现在会陪着你，你值得被爱，我一直都在，我会永远爱着你。这些话像温暖的阳光洒进了他的心田，他的内心
感觉到满满的温暖，然后伸手抱住他，你会感觉到久违的温暖在你们之间流动。你的爱填补了他心里满满的空缺，你的爱填满了他心里过去的伤口，满足了他不曾被满足的空洞。这一刻，你不再只是那个被问问题的大人，而是被拥抱着充满爱的内在小孩。你拥抱他，给他力量，给他支持。当你拥抱了你的内在小孩，你就能疗愈过去受伤的你自己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揭开了内在小孩的3个秘密，是不是有些地方触动了你的心呢？下次在聚会中再也不用害怕那些灵魂拷问了，因为你知道真正需要的是与内心的小孩和解。亲爱的，你的价值不在于别人的评价，而在于你如何看待你自己。当你学会与内在小孩和解，过去的那些伤痛将化为你最深的力量。下次面对亲戚的灵魂拷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再也不能动摇你的内心，因为你明白真正的价值来自内心的接纳与平静。希望你能用这些方法迎接一个充满自信与温暖的新年。记得分享这支影片，让更多人找到内在的力量，一起化解过年的压力，迎接更轻松自在的生活。过年聚会不会再是一个战场，而是一场展示你自信与力量的舞台。希望你能用这些方法，让新年的每一天都充满温暖与阳光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对你有帮助，或者学到一点东西，请为我们一起付出的宝贵时间点个赞吧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重要的宇宙讯息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也能帮助到你的朋友，记得转发这支影片，帮助更多的朋友，还能增加你的好业力哦。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，留言区告诉我你最害怕的过年问题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分享，一起成长，让更多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。我们一起疗愈内在小孩，一起迎接更美好的新年，迎接真正的内在力量。我是阿丽娜，为你带来宇宙的讯息，让我们一起在爱与光中相遇。